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台2022款的雷克萨斯 ES350的 F Sport 版本。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那说起雷克萨斯 ES 呢，这也是雷克萨斯家族的肱骨之臣了哈。当年呢，和大哥 LS 一同出道的，也算是家族的元老了。现款车型呢属于第7代产品，是在2019款上上的哈。现款 ES 呢是源于 TNGA 的 K 平台，跟现款的 Camry 啊、Avalon 啊、Sienna 呀，还有全新的 NX、2X 都是同平台兄弟哈。现款 ES 呢长195.9寸，宽73.4寸，高56.9寸，轴距为113寸。悬架的设计呢，前悬为麦弗逊结构，后悬为多连杆结构的设计。那在现款的 ES 上呢，一共有3套动力总成，一个是3.5升 V6 加 8AT， 叫 ES350 是前驱的，还有呢是2.5升自然吸气做的混动，叫 ES300H， 它呢也是前驱的。那还有一款呢是2.5升自吸加 8AT， 叫 ES250， 它呢是4驱车型哈。那这个3.5 V6 加 8AT 呢，最大马力302匹，最大扭矩267磅费。那像大家清楚啊，像这个6缸的3.5这个机器啊，在2023款的汉兰达上，在2023款的 RX 上，已经全面被 2.4T 的发动机给取代掉了哈。那不知道这款发动机在 ES 上还能战斗到什么时候？那今天呢，我们带来这款加 F Sport 包的 ES350，一呢，我们是要看看在2022款车型上跟之前的款代有什么区别。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看这个 F Sport 的版本跟其他车型到底有什么区别哈？那在2022款上，官宣有几点改变啊。第一个就是设立了新款的中央屏，新款的中央屏的尺寸更大了。第二个呢，在 ES 全系列标配了雷克萨斯 Safety Sense 加 2.5 的系统哈。这 2.5 的系统里包括带有行人侦测功能的碰撞预警系统，增强了低光行人侦测，增强了对白天骑行者的侦测，有路口左转支持。这个功能呢，就是当你在左转的时候，它左面这些感应器啊，对路面、对这个路况进行主动侦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状况啊。里面改善了道路偏移辅助及警告，增强了道路追踪功能，里面有全速段的雷达巡航，还有自动远光灯。2022款上将带后车厢交通警告的盲点侦测功能作为标配哈。再一个改变呢，就是全系标配重新设计的双 LED 前照明灯组，并且标配动态高度自动水平功能。再一个改变呢，就是在汽油机的 F Sport 的版本上增加了一个动态操控包，里面呢有自适应减震器，驾驶模式的选择呢有 S、S 加和自定义模式，带有自动制动的功能的直观可视的停车辅助，以及驾驶员舒适进入功能。而 F Sport 这个包呢，里面包括19寸的 F Sport 的轮毂、F Sport 特有的悬架调教、前后性能版阻尼器、后扰流板、F Sport 内饰用的铝制的装饰条、F Sport 的座椅，并且带有加热和通风功能、F Sport 的方向盘、F Sport 的换挡杆、F Sport 的仪表、主动噪音控制功能。按照官方资料显示，这台 F Sport 版本的 ES350 0到60英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6.6秒。油箱容积为15.9加仑。EPA 公布2022款的带 F Sport 的 ES350在综合工况下的油耗为25 mpg。雷克萨斯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6年或7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那今天咱们一起看的这台是这几天我一直在体验的一个2022款的 ES350的 F Sport 版本。这台车呢，在 F Sport 基础的版本上加装了 F Sport 的动态操控包，选装了3重光束的 LED 前大灯，选装了后窗电动遮阳帘，选了导航和马克莱文森音响包。这个车呢，带有17个扬声器的马克莱文森音响，选了电尾，加上运费的总价为53510。这台车呢，总装下线于美国工厂。那作为2019款的曾经的车主哈，也是这代车型的第一批车的车主，我感觉呢，这个2022款上确实有些地方呢改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慢慢看哈。那这台车呢是 F Sport 版本嘛，它这个中网啊前脸有 F Sport 版本的一个特有的前脸，跟一般的基础版的还不大一样。但即便是基础版的，跟2019款也是有些区别的。那基础版中间这些条条框框啊，
取消了19款那些电镀装饰条哈，都是以黑色、亮黑色的装饰条为主的。那这个 F Sport 版本呢，它的中网就更加复杂一些哈，都是错落有致的一种小网组合的前中网。大灯造型呢比较复杂，里面的灯组呢，这车进行了选装，在侧面呢有4块灯，上面呢是雷克萨斯的 logo。那这台车呢，在侧面整体造型上来讲，跟之前的、跟其他级别的 ES 没有太大的区别哈，只是在一些附件上，在一些配色上有 F Sport 的专用的一些设计哈。虽然这个车呢适度的点缀了黑色的装饰条，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放弃电镀亮条的装饰，包括在车窗一周围，包括在后视镜上都有电镀亮条的装饰哈。在前翼子板上，它的 F Sport 的 logo 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彰显身份啊。其实呢，在内饰、在外观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特意彰显的 F Sport 的 logo。这台车呢，4条19寸的胎，它呢也用了 F Sport 特有的轮毂造型，里面的颜色呢还是黑色的哈。那这些呢，感觉这个22款跟19款呢，侧面造型差别并不大。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我把这个车拿来之后体验这几天，我感觉跟19款我那台19款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我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刚刚买那个 ES350的时候，给大家录过一个吐槽的视频，就是吐槽它这个关门声哈，关门声非常廉价，那种哐哐的声，那种金属碰撞的声音，你很难想象把那个声音跟所谓的中高端的一个车联系上哈。而且呢，那个车的车门呢，刚买来不长时间就有呼呼的那个门的异响，而且到最后呢，就是过一个沟坎什么的，这个4个门呢都有异响。但我拿到了这个22款的车型之后，我惊喜的发现它的关门声比19款的有质感很多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完全不像我那台19款的那种非常廉价的金属碰撞的声音哈，我感觉这个提升是很大的，而且就抓着这个门就能感觉到，比我之前那个19款那个门呢要厚重很多，要紧致很多哈。不知道是不是雷克萨斯的设计师也看我视频？那如果那样的话，我简直太荣幸了哈！我宁愿把自己当成小白鼠，换来大家之后的幸福哈，舍弃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后面的造型呢，跟不带 F Sport 包的 ES350呢差别并不大哈，而且呢，跟之前的款代也没感觉有什么差别。灯组呢比较窄，里面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复杂的，看着还是比较好看的。这个车呢，把两边的灯组用中间这个电镀亮条整个给连起来了哈，就有点神似如今的雷克萨斯家族把2个灯组中间用灯带给连上。F Sport 独有的后扰流板，下面在保险杠上一边有一个反光亮条，在下面呢。排气管子采用直出的形式，这个跟混动版的 ES 有些区别哈。混动版的 ES 呢，下面是封死的哈，没有这个直出的排气管。家族通用的钥匙啊，这车带电尾。这 ES350呢，它也增加了脚踢感应功能啊，这功能还挺灵敏。在我用这些脚踢感应功能里，它算是比较灵敏的了哈。后面开口呢，包括进深呢，跟之前都差不太多哈。第2排座椅呢，依然不能够放倒啊。这里面呢，4个点有4个勾点，然后左右呢各有一个挂钩。盖板打开之后呢，第1层是随车工具哈，把这个泡沫盖板打开呢，里面就是简易的备胎了。这跟之前呢都是完全一致的，没什么区别哈。这后备箱的按键在这哈，当然你还可以脚踢哈。那坐进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造型没有太大变化哈，跟19款还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在细小的造型，包括在细小的用料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像左面这个装饰板，以前在19款上是有一些纹路装饰的哈，现在呢，在左面这块板上就完全变成纯平的了。这个车也选了中间那块表可以窜来窜去的那个仪表盘哈。这个仪表盘呢，诚实的讲，在当时液晶屏使用并不是太广泛的那个年代，它这个窜来窜去呢，显得噱头很足啊。但是这块液晶屏呢，它整个液晶屏的面积并不大哈，并不像现在很多车用的一大块液晶屏。但虽然它窜来窜去了，但是在现如今显得呢，科技感也没有那么太强哈。这个仪表盘呢，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好几次了哈，就是中间那个圈呢，你要按方向盘上这个键子，它就可以窜到右面。
那当这个屏串到右面之后，左面这块屏显示的信息可交互的项目相对来讲就多了一些。那当你把这块屏把这个圈串到中间呢，下面显示的信息相对就没有那么太丰富哈。当你把这个屏放在中间的时候呢，左面是水温表，右面是油量表。方向盘呢，原始的样式还是 ES 家族的方向盘样式哈，包括3幅的造型啊，包括按键的布局啊，按键左面是行车电脑、音量大小、语音电话，右面是辅助驾驶、巡航、曲目和音源。这套快捷键的排列呢，方向盘上的快捷键的排列是目前大丰田系普遍的使用的样式哈，在新世代产品上普遍使用的样式。只是这个方向盘呢，它是 F Sport 版本的，首先感觉方向盘会更粗一些，在3.9点呢有打孔皮的造型，手感非常细腻，皮质手感非常细腻，抓着非常舒服，比我之前那个19款的一半是木纹装饰，一半是皮那个抓着感觉还要舒服啊！而且大家看这小缝线做工也是非常精致的。这块屏呢也是官方宣传的重点啊，确实呢跟之前有很大的升级。首先这个屏的形状虽然没有发生改变哈，但是它离驾驶者更近了，之前离驾驶者稍微有点远，这块是有一定距离哈，有一定平台的。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平台位置很小了，基本这个屏跟这块就会形成一屏了哈。而且它这个屏现在有一个像驾驶员一侧倾斜的感觉啊，有一定的角度，这个我感觉非常好。之前呢是比较靠后，然后直冲后面的哈，屏幕也大了，然后它也是手触屏，直接拿手上去怼就行了。包括里面的元素还有控制系统，设计啊都是上一代雷克萨斯家族的通用件，并不是最新的。而且它这个 iPhone 的 CarPlay 还是有线连接的，不支持无线连接，这个多少有点不应该哈。虽然屏很大，但是一变成倒车影像呢，屏又小了，而且这个车没有全景影像哈。这个空调控制面板呢，乍一看跟19款差不太多哈，而且目前呢，这套操控装置的设计呢，也推向了很多其他车型哈。但是大家仔细看呢，跟那个19款的多少还是有些差别的。首先，这个钮变成了有金属材质的，之前呢就是个大黑色塑料。再一个，大家看这两边数字的显示屏，之前在19款上呢，就是单崩的在这块放个屏，那边也是单崩的放个屏哈。现在呢，它把后面做成一个整体的黑色装饰板了，这样呢，它这个屏显得就不是很突兀了哈。这个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比之前的好看一些。那下面那些键子呢，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后窗遮阳帘、电动控制，下面呢还保留了碟机插口。这个呢还是有一个进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19款那个车刚提来的时候，我摁下面就嘎吱嘎吱响，这个还行，挺紧张，塑料基本摁不动。按下去呢也没有响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设计师又看我视频了哈。雷克萨斯的设计师欢迎观看我视频，我愿意充当小白鼠。下面有个盖板，盖板打开之后呢，这面是个水杯架，这面是2个 USB 一个 AUX 插口。传统的机械挡把 F Sport 样式呢，上面多了打孔皮子的感觉哈。右面呢是上一代雷克萨斯通用的滑鼠板。扶手箱呢，同样也是可以从左面打开，也可以从右面打开。当然，这是从 LS 上继承过来的遗产哈。打开之后呢，这块有个无线充电板，它占据了一些扶手箱的空间哈。这面是无线充电板的开关。里面呢，这2天体验下来，感觉到除了一些细小的差别之外，在乘坐上，在空间上跟19款呢没有太大差别哈。在之前的很多视频里我也聊过，像在雷克萨斯家这个 F Sport 这个包这个版本啊，大家不要一听到 F 打头的有什么 Sport 就感觉这个车可能会多战斗哈。就 ES 这个车，就这个 F Sport 版本进来以后，还是浓浓的舒适范儿哈。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即便呢，它用了 F Sport 的一个专门的座椅，这个座椅呢坐上来感觉呢能够比其他版本的座椅支撑性更加好一点哈，但它也绝对不是说像其他家族那些什么钢炮的座椅，仍然是以舒适为导向的一个座椅，坐上来还是比较舒适的。它这个座椅调节项呢也是基础调节项啊，并没有太花花的调节，腰靠呢也是2项的，基本还是一个 ES 该有的样子哈，并没有太出圈儿。那如果说前排座椅稍微还有点区别的话，那这后排跟之前我的19款就没啥区别了，只是在内饰的配色上呢，这个更骚气一些。红黑颜色的配色呢，它也是 F Sport 版本的一个专用配色哈。当然，我觉得内饰还是亮堂点好啊，亮堂点显得里面敞亮。座椅呢也是挺舒服的哈，有个沙发的感觉。我一直觉得 ES 后面的座椅还是挺舒服的，它有个陷进来的感觉。后排的配置上呢，比我之前那个19款多这个马克莱文森音响哈。其他呢都差不太多，中间2个出风口，
下面呢有一个12伏120瓦的充电器，还有2个 USB 充电器哈。中央扶手盖板2个水杯架，这能投向后备箱，这都一样的啊。这发动机舱太熟了啊，之前跟大家介绍好多次了，基本上属于一个雷克萨斯家族那个年代中规中矩的发动机舱。包括做工啊，包括用料啊，包括这覆盖件的使用啊，都应该属于那个年代中规中矩的设计哈。在现如今这些新世代的车里面，就算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了。这个发动机呢，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了。你像之前配这个发动机3.5 V6这个发动机的车型啊，那都是雷克萨斯家族、丰田家族走量大户哈。那现如今呢，随着几个主销车型把这个发动机砍掉了，全面用那个 2.4T 级的替代了。那这台3.5 V6的发动机能够在 ES 上还要服役多久？这个我们都不用想，肯定不会太久了。但会不会在23款呢就取消了这个 ES350的发动机呢？这个目前官方还没有给出说法哈。那至此，雷克萨斯家族也好，丰田家族产品也好，它的动力系统基本就已经清晰了哈。在新世代产品上的动力系统基本就清晰了，那就是以前用8缸的。现在用3.5双 T 或者加混动或者不加混动，那以前是6缸的，现在就是 2.4T 啊，或者再用4缸机加混动哈，基本就是这个脉络了，就已经形成的很清晰了哈。那即便我已经卖掉了我的 ES， 但是呢，我还是要肯定的说 ，ES 呢目前在美国市场上仍然是为数不多，甚至说可以是绝无仅有的，拥有舒适范儿的、有一定高级质感的，并且有着日系豪华感觉的中型轿车。它呢确实跟凯美瑞是同门的师兄弟儿哈，是同平台的产物。但是 ES 呢，周身又散发着沁人心肺的优雅范儿。你说它是豪华品牌吗？那在同价位里，它又不屑于盲目的追求所谓的路感和运动范儿。这在如今浮躁的车坛哈，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坚持做自己呢，有时候确实也不太容易。那如果当大家看到这台车呢，它的名字上有一个 F 开头的字母组合，就觉得这车有多暴躁，与普通不带 F 的 ES 呢有多大区别，有多大差别？那这套 F Sport 套件呢，它并未涉及到动力系统啊。这台车3.5机器的调教和参数完全和不带 F Sport 版本的是一致的哈，不论是在最大马力还是在最大扭矩上。那这种自吸的 V6 平顺的感觉，之前在很多视频里都已经聊过了哈，今天呢在这儿就不墨迹了。那多档变速箱的，在特殊情况下以及低速蠕动的时候不知所措，在这台车上同样也是存在的哈。当然，它不只是 ES 了，只要是档位在8个以上的车，我感觉呢，它都会有这个问题。这台车呢 ，F Sport 上特有的 S 和 S 加的驾驶模式，听起来啊确实挺吓人。在实际使用上，在变速箱换挡时机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感觉在运动模式下，它比在正常模式下进一步的拉高了升档转数，特别是在 S 加模式下哈，这7档8档呢就跟跑丢了似的哈。除非你在高速上匀速行驶的时候，7档8档呢偶有现身，其余在其他速段基本你难觅踪影。那除了变速箱的感觉呢，其他方面并没有感觉到跟正常模式有多大的区别。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哈，你基本感受不到。低速的时候呢，方向盘相对较轻；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还是比较稳的。女士呢肯定不会有压力哈，但即便这样，我感觉它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在低速的时候还是要比330稍微重一些啊。噪音控制呢是雷克萨斯的强项，同时呢 ES 一直以来噪音控制做的也还行哈。虽然 ES 啊它跟更高级别的车相比，在噪音控制上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在 ES 这个价位里，我觉得它做的就应该算比较靠前的了。即便在 S 或者 S 加模式下，也没有感觉到噪音控制啊有什么区别，发动机和排气啊也没有刻意的波动倾斜。但是可以感觉到这台 FS 版本啊，比之前常规的版本似乎在隔音上有一定进步哈，也可能是22款比19款的进步。总体感觉呢，隔音做的似乎比我那台19款的做的要好一些哈。那这台车呢，官宣配了 F Sport 特殊调教的悬挂，那这台车呢还选装了自适应的减震器，但所有的这些貌似跟运动都不太发生关系啊。车辆行驶起来呢，也是一派浓郁的舒适范儿。你过个平顺的起伏的路面啊，车身上下起伏的状态还是非常优雅的啊，不夸张不吝啬，有一种小心的舒适感。
悬架的路面细小路况的处理呢也比较适度哈，多少呢你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些来自路面的震动，感觉比我那台19款普通版的整个悬挂系统做得更紧致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新车的关系啊？年轻嘛。辅助驾驶和主动巡航这块呢，我试了几次哈，确实感觉跟19款上的版本相比有一定的进步。包括在巡航行驶的时候，它不会强行的把你卡在2条线中线的位置巡航哈，你往左点往右点呢，它也不会非常粗暴的干涉抢你方向。跟车速度的调节，如果跟老的版本相比，确实呢要更加平滑、更加平顺一些。但仍然不如 3.0 系统，就是我们之前试那个 NX 上那套 3.0 的系统，用起来更得劲儿一些哈。这个呢，多少还是有点突兀。那跟目前业界领先的水平来比，仍然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的哈。刹车踏板呢也很紧致，没有框亮哈。之前呢没有对比，可能还感觉不太出来。这一次呢，我从330上下来，然后马上就开到这个 ES 上面哈。开起来之后，就觉得这个 ES 前半角它紧致呢归紧致，但前半角刹车没有330来的更加直接、更快速哈。你在中高速刹车的时候呢，330的前半角给人感觉更有信心。当然呢，这个也不代表谁好谁坏，两个车刹车也都没有问题。刹车距离呢也都比较理想，只是不同调教的风格哈。以前呢这是来自不同的调教门派，那至于你喜欢哪个感觉，就是见仁见智了哈。前半脚快点还是前半脚慢点，那不论你喜欢哪个，不论你习惯哪个，当你换车的时候呢，肯定要稍微适应一下，得稍微踩2脚才能适应哈。最近汽车音响这个话题挺火的，之前的视频里咱们也聊过哈。我这耳朵呢比较糙，牌子呢听不太出来哈，但是我个人觉得扬声器的数量还是挺重要的。我个人觉得牌子不牌子无所谓哈，但多几个喇叭确实效果不一样。这台车呢选了17个扬声器的马克莱文森音响哈，确实音响挺霸道。别的不说，你就整17个人把你围一圈，你在中间，他们一起唱歌，怎么的也能听出来比9个人一起唱歌要好听。那这车呢，在动态上总体来讲，你别管它上了什么包，怎么上的，它依然是这个价位里舒适范儿的中型轿车的代表，妥妥的舒适范儿哈。综上就是这台2022款 ES350 F Sport 的体验视频。那跟我之前的19款的 ES350 相比呢，总体感觉差不太多哈，但是有细小的升级，而且特别是有几项对于我来讲属于诚意比较满满。你像关门的声音呢，包括中控台异响的处理啊，我感觉比之前要好挺多啊。再有一个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这个 F Sport 版本就觉得它有多战斗，它有多激进。实际上这款 F Sport 版本的 ES350依然是一个以舒适范儿为主的豪华中型轿车。那目前呢，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轿车普遍干不过 SUV 哈。像那主机厂呢，把这有限的资源也都投入到了见效快、疗效好的 SUV 领域哈。你像轿车领域，现在很多厂家干脆在美国市场就已经不做了。那目前还在坚持做轿车的一些厂家里面，轿车混的也都不如 SUV。你像雷克萨斯家族，它是靠 LS 和 ES 起家的，曾经靠这2个车型打天下的，但如今呢，也都抵不过 SUV 的诱惑哈。那不管市场上的风向标如何转动哈，我个人呢觉得轿车不论是在操控性上还是在舒适感上，都有同价位 SUV 比拟不了的优势哈。尽管现在市场上 SUV 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波更比一波强，但是这个 ES 在市场上仍然是一台舒适范儿、好开、静谧、高品质中型轿车的存在哈。尤其是它还有丰田家族目前为数不多的 V6 3.5的机器啊。以上视频，谢谢大家。